关于近亲结婚，你可能听过日本皇室或者科尔特家族的故事，而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家族更不逊色上面这两个家族，他们的后代更是长成这样。今天我们要讲的便是曾纵横欧洲的哈布斯堡家族。这个发源于现今瑞士的家族，为巩固统治，据传曾采取过诸多神秘手段，而其从巅峰走向衰落的历程，更藏着一段因执念酿成的历史悲剧。哈布斯堡家族也常被称作奥地利家族，是欧洲乃至全球历史上最显赫的家族之一。瑞士境内的哈姆斯堡中世纪城堡由克莱塔的拉德伯特建造，其去世后城堡传于后代，直至孙子奥托二世继承。而奥托二世也决定以城堡之名作为家族姓氏，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1918年王朝终结。千余年里，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版图远及克罗地亚、西班牙、葡萄牙等国，还特意分化出多个分支，让权力触角遍布各地，即便在局势复杂的时代，也能牢牢稳住统治地位。家族各派系间的联系也极为紧密。为防止篡位，他们早期频繁采用联姻策略，这一手段曾收效显著，也让家族一步步壮大，甚至在巅峰时期，由家族成员扎里五世执掌的西班牙帝国，疆域比如今的俄罗斯还要大200多万平方公里。扎里五世作为哈布斯堡王室巅峰时期的核心成员，同时也是西班牙帝国的国王，于1558年离世，而就在他去世后，哈布斯堡王室的发展轨迹发生了质的转变。早年靠联姻手段斩获领土与继承权的经历，反倒让后代觉得联姻并非可靠之法。与此同时，他们还固执地认为家族能走向繁荣昌盛，根源在于血统的纯正。这一想法也为后续的悲剧埋下了伏笔。既不愿与外族联姻，又不肯和本国其他血统结合，哈布斯堡家族便只剩一条路可走，那就是被世人诟病的乱伦，也就是近亲结婚。他们坚信唯有如此，才能让后代的血统保持纯粹，甚至为此制定了专属的哈布斯堡婚姻政策，核心目标便是巩固家族纽带，却也让家族关系变得错综复杂，部分成员甚至身兼多重家族角色。在卡洛斯二世降生之前的200多年里，哈布斯堡家族的近亲婚姻关系早已错综复杂到了极致。男主卡洛斯二世的曾祖父腓力二世与自己的侄女相恋并成婚生子，而这位侄女本就出身家族内部，是腓力二世的妹妹和其堂哥的女儿。男主的祖父腓力三世又迎娶了自己叔叔的女儿，生下了男主的父亲腓力四世。腓力四世更是将肥水不流外人田做到了极致，直接与亲妹妹的女儿玛利亚安娜联姻，原本该是男主堂妹的玛利亚安娜，就这样成了他的母亲，最终生下了卡洛斯二世。从这份盘根错节的婚姻关系中不难看出，卡洛斯二世的血统被哈布斯堡家族推到了所谓的极致纯正，但这份被家族奉若珍宝的纯血统，最终带来的却是毁灭性的后果。谈及哈布斯堡家族，人们总会想到其独有的面部特征，被称作奥地利边的哈姆斯堡下颚，这正是多年近亲结婚引发的遗传突变。由于后代继承了父母双方的有害隐性基因，进而出现各类身体畸形，突出的下巴是最显著的特征。卡洛斯二世便因身体畸形严重，被冠以迷惑者的扎里的绰号。现代科学研究证实，哈布斯堡下颚给受影响的家族成员带来了诸多健康问题，终身相伴的牙齿疾病、进食困难、说话不清都是难以摆脱的困扰。除此之外，部分成员还面临呼吸困难的问题，甚至有学者根据其外观特征推测家族可能存在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，而那个时代的众多肖像画也印证了这一面部特征在家族中的普遍性。起初，近亲结婚是哈布斯堡家族确保权力不外流的策略，却没想到成了葬送王朝的伏笔。连续数代的近亲通婚，让后代不仅遗传了下颚畸形，还患上了多种遗传性疾病。在那个时代，哈布斯堡家族并未意识到，亲属关系越亲近，共享的遗传物质就越多。当父母双方携带相同的有害隐性基因时，子女出现遗传问题的风险会急剧攀升，其中便包括认知、发展与智力障碍，而这些能力对一个王朝的统治者而言至关重要。此外，学习困难、发展迟缓等问题在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时期也极为常见。多种遗传问题还导致家族成员难以生下健康后代，统治者的整体能力因遗传缺陷不断下滑，王朝的衰落也由此开始。而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本就并非一帆风顺，早在其扩张阶段，他们凭借联姻策略不断在欧洲扩张影响力的举动，就已让其他欧洲大国纷纷警觉。各国担心自身统治地位受到威胁，就此开始联合反抗日渐强大的哈布斯堡家族。其统治期间，
参与了无数战争，西班牙继承战争、意大利战争以及历时80年的战争，都能看到这个家族的身影。常年的战事也让家族的统治根基不断动摇。最终，这个延续了约800年，曾稳坐近半个世纪欧洲霸主之位的王朝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18年走向终结。曾经的欧洲政治巨头奥匈帝国也随之解体。即便其统治在20世纪初落幕，如今全球各地仍有大量家族后代，却再也难复昔日荣光。哈布斯堡家族的婚姻政策为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，其中最直观的便是近亲结婚带来的严重遗传后果。哈布斯堡恶这一标志性特征便是最生动的警示，让世人看清近亲通婚的巨大风险。如今人们早已明白，遗传多样性对后代健康至关重要，能大幅降低遗传疾病的发生概率。在中世纪的政治舞台上，联姻曾是巩固权力的重要工具，哈布斯堡家族便是这一策略的早期实践者，却因后期对血统纯正的偏执，将近亲结婚推到极致，最终酿成悲剧。时至今日，社会的发展让近亲结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，现代统治者深知这一策略的潜在风险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联姻就此消失。为缔结同盟，欧洲皇室成员之间的婚姻仍时有发生。英国伊丽莎白2世女王与菲利普王子的婚姻便是典型。菲利普王子婚前便是希腊和丹麦的皇室成员。而哈布斯堡家族的历史更给了世人一个深刻的警示：过度追求权力与财富，却忽视自然规律，无视遗传多样性的重要性，最终只会走向衰落。正如奥地利皇帝、神圣罗马帝国成员约瑟夫2世所言，上帝赋予我们生命，但并未保证我们会长寿。这句话道尽了哈布斯堡家族的悲剧命运。总的来说，哈布斯堡家族的历史是一部充满戏剧性的悲剧。他们曾站在欧洲权力的顶峰，缔造过无上辉煌，却因对血统的偏执执念，一步步走向衰败。这一切都为我们敲响了警钟：权力和财富并非万能，违背自然规律的选择终将迎来灾难性的后果。这也是这段历史留给世人最珍贵的教训。